大家好，我是一名47岁的专业摄影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故事，关于我如何开发了一款叫图艺作品集的应用。我觉得每个摄影师都应该拥有它。你们知道吗？管理和组织大量照片真的很让人头疼。正是这种烦恼，再加上一些有趣的个人经历，促使我萌生了开发这款应用的想法。要说起来呢，这款 APP 其实最初是我送给太太的一份礼物，我希望她能更准确地记录她的观鸟经历啊。不过，开发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几个日常的场景，比如说有一次我的摄影团团友问我是否有库克雪山的照片，当时我面对手机里面存储的1-2万张照片，突然意识到特定的地点。要找到照片是多么困难，因为库克雪山的作品我有将近10年，大概几十张各种作品，我无法一下子找出来。还有就是每一次手机升级后我的各种精选相册总共大概有800多张照片，都会变得难以管理和查找。再说说我的太太 Joe 吧，那她最近开始热衷于鸟类摄影。我看着他用小红书来记录鸟种，就开始思考这种方式是否真的可靠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一下云存储的问题，像小红书、Instagram、iCloud 或者 Google 相册这些服务看似方便，但其实也有不少缺点。比如说，你需要持续的网络连接。它可能存在着数据隐私和安全风险，那长期使用的成本也不低，而且服务条款可能随时变更，在某些地区可能无法访问。那更重要的是，那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来其实很难说。我们想一想，10年前大家都可能还在用的 MySpace 或者中国的 QQ 空间，现在谁还在用呢？谁能保证10年后小红书、Instagram 或者其他当前流行的平台还会存在呢？那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，我开发的图艺作品集提供了一些特别的功能。首先，你可以离线使用，不需要一直联网，甚至可以通过备份功能隔空传递到任何苹果电脑。其次，它有智能搜索功能，你可以轻松按日期、地点、名称甚至拍摄器材来查找照片。这个应用不仅仅是软体，它更是我这15年的职业摄影师生涯的经验总结。它提供了更有效的管理作品的方式，帮助组织和查看你的作品集。你可以通过摄影生涯的统计功能，从你的第1张照片到最新的照片回顾和分析你的创作历程。为了满足 Joe 这样的鸟类摄影爱好者，我还特别加入了可靠的鸟种记录功能，以拍摄到的时间来判定鸟种顺序，这样不会遗漏任何一种鸟。那所有数据都存储在手机本地，确保隐私和长期可访问性。此外，我还加入了一些有趣的功能，比如365天挑战，帮助你培养持续创作的习惯；还有 GPS 定位功能，让你轻松查看和分享照片的拍摄地点。对了，每天还会更新1条摄影金句，不多不少，每天只有1条，并且365天。保证不重样，希望这样的心灵鸡汤能够激发你的创作灵感。说实话，作为一名摄影师，我虽然有20年前的一些网页开发经验，但从未真正编写过软件。不过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利用 ChatGPT 和 Claude 这样的 AI 助手，我竟然成功的开发了这款应用。你们可能不信这个里面真的有5万多行代码。在这个在1个半月的时间里面，我几乎不眠不休从7月新西兰星空摄影团之后的空档期
完成了这个项目。这个过程不仅证明了 AI 辅助开发的潜力，也让我体会到了终身学习和跨界创新的乐趣。我想特别强调的是，图艺作品集将永久免费，没有任何隐藏收费或高级版本。作为一名专业摄影师，我希望通过这款 App 回馈摄影社区。开发成本主要来自于我个人的时间投入和少量的 AI 服务费用，每个月大约$40。如果加上苹果开发者的年费$99，但一旦开发成功，持续运营的成本几乎为零，所以我有信心长期维持这个免费模式。如果你想试试这款 App， 现在已经可以在苹果 App Store 下载了，搜索 TUI Portfolio 就能找到。如果你觉得这款 App 对你有帮助，可以给个5星好评，分享使用体验，或者推荐给其他摄影爱好者。你的每一个点赞和评价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图艺作品集不仅仅是一个应用，它代表了我对摄影的艺术的热爱和对技术创新的探索。在这个数位化时代，我们需要一个既能满足当前需求，又能确保长期数据安全和可访问性的工具。我真心希望这款 App 能成为你摄影旅程中的得力助手，不管你是专业摄影师，还是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新手，让我们一起用镜头记录美好，用科技传承回忆，并确保这些珍贵的瞬间能够安全地保存到永久。如果你有任何新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摄影工具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